这边也算非洲地区一个非常大的中转站了，埃塞俄比亚。应该是非洲各地的人都会从这边中转去其他地方。啊，这是去迪拜的，怪不得这么多人。从来没见过这么混乱，所有人都拥挤在廊桥的登机，已经都20分钟了吧，完全没有变，完全没有动。终于坐下来了。我觉得最难过的不是昨天的长途飞机，最难过的是在日本时间凌晨3点半的时候，在光登机廊桥就走了40分钟的登机的过程。真的是这个登机的过程真的是够辛苦的，一堆人前后都被挤得满满的。这几程的飞机的时间都不是特别好，然后现在是埃及当地时间2点钟。半夜2点钟到开罗了，而且感觉温度挺低的，真的挺冷的，毕竟是冬天。为什么从这儿开始就排队了？这要先经过一道安检。埃及的话，这边呢是买这个贴纸签的，$25一个。那我这次申请好电子签证，所以就不用买了。这边是入境的大厅。终于出来了，埃及这边出境的检查倒还挺严格的，好几道关卡。海关盖完章之后出来，还有人在查你的章有没有盖好。半夜2点多的开罗机场，现在得找个地方换钱。这100块钱他不认，就嫌有点脏。刚刚那个换钱的地方也不认，然后就在机场换了200，柜台换了$200，汇率是50.82，还行吧感觉。埃及4大文明古国之一，位于非洲北部，拥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它以古代文明而著称，尤其是古埃及文明，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埃及的西部是广袤的撒哈拉沙漠，而东部则是红海。尼罗河贯穿埃及全境，是该国最重要的自然资源，给沙漠带来了生命和肥沃的土地。埃及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神庙等遗址是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吸引着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根据2024年的统计数据，埃及的总人口超过1亿人，是阿拉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现在凌晨4点到酒店了，但是还是没办法 check in。本来给了2块钱小费，想说$2块钱小费，想说稍微通融一下，但小哥说实在是不行，尽量帮我提前，但是估计也待到5点半6点钟才能办那个 early check in， 但是还得交大概$40左右吧。现在是5点20，还算可以了。他说那个提早入住的话，一般都是6点钟才开始的，然后估计塞了交小费，稍微的能够通融一下。但这房间还有楼道整个都感觉特别老，很老旧的酒店，实在是如果有别的选择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别的地方，这真的不怎么样，而且价格也不便宜。唯一的好处就是离那个机场比较近一些。这房间真挺小的。然后这边是浴室、洗手间，浴室倒还挺大的，看起来。感觉这床铺的真的是非常的随意，这个铺成这样就结束了。然后这电话上也感觉特别脏。睡了一个早晨，现在11点多，终于要出门了。尝试用了一下滴滴的国际版，看起来还挺方便的。现在已经叫到车了，8分钟的时间。然后呢，选的是现金支付，
100多埃镑。天气挺好的，但是确实有一点点凉，没有那么暖和，没有想象中那么暖和，大概也就17、8度、15、16度的样子，所以还是得多穿点，冬天来的话。埃及的首都开罗是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文化和经济中心。开罗的气候属于典型的沙漠气候，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开罗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包括大开罗地区在内，拥有超过2300万人口，人口密度非常高，城市常年处于交通和环境压力之中。开罗的城市景观是现代与古老交织的结果，从高楼大厦到古老的伊斯兰建筑，共同构筑了这座城市独特的面貌。旅游业是开罗经济的重要支柱，许多世界著名的古埃及遗址，如埃及博物馆、吉萨金字塔群以及开罗的伊斯兰古城，每天都会迎来无数各国的观光客。但埃及的观光服务业常会成为人们吐槽的痛点。这边有一个他们周六的跳蚤市场，据说只有每周六才有，然后有一些小东西、小玩意儿，感觉挺有特色的，顺便过来看一下。很怀旧的好多磁带啊，还有一些钱币，居然还有自动铅笔的铅，还是彩色的。其实这种东西拿回去当装饰品，其实也挺漂亮的。这还有好多游戏机啊，我都想买一个这个红白机。发现真的得仔细淘，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挺多的。这边好像有一家吃饭的地方。这还有烤红薯的，这个看起来不错。沟通了半天，表达清楚20磅一个。想说现烤的尝一个吧，烤的非常的软糯，但是说实话其实没有特别甜。刚在路边买了一瓶水，然后呢，网上查好像说一般一瓶水是10埃镑，问他多少钱，一直听老板说30，然后后来他那个拿那个计算器打出来才是6块钱，所以还挺划算的，而且完全没有坑你的意思，找钱也找得很痛快，给了50，找了44块钱。街角找到一家面包店，实在是没别的地方吃了，买了一个三明治，挺大的，这175磅。也就是大概3美金多一点吧，这是85磅，大概1.5美金左右吧。这家应该算是我觉得当地算比较贵的一家店，但是品质应该不错。基本上当地的出租车司机，我发现主要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零钱的话，他不会找你的。所以如果你要打车的话，就做好心理准备，一般几十埃镑他应该就不会找你了，他就没有零钱，以没有零钱为借口。如果你没有零钱的话，那就只能是多给他了。刚打车过来到这个城堡，手机上显示是60块，然后呢给他100，然后就没有零钱。他就没有零钱，我也没有零钱，那也没办法，就只好就给他了。所以如果打车最好准备好零钱，或者就是绑定信用卡，可能稍微好一些。
萨拉丁城堡位于埃及首都开罗的穆卡塔姆山上，是一座雄伟壮丽、充满历史意义的中世纪防御工事。这座城堡由埃及传奇的军事统帅萨拉丁于1176年建成，旨在抵御十字军的入侵，同时巩固开罗作为伊斯兰世界中心的地位。城堡的位置可以俯瞰整个城市，地势险要，是战略防御的理想之地。萨拉丁城堡内部建筑众多，最著名的当属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建于19世纪，以其奢华的白色大理石和奥斯曼风格的巨大圆顶而闻名。清真寺内装饰精美，金色的穹顶和吊灯辉映，展现出伊斯兰艺术的华丽之美。这个里面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我记得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吧，应该是那里面真的是一屋子的脚臭味，印象特别深刻。他们埃里修这个建寺的时候，石头都是从卢克索带过来，700多公里远的地方，这个石头都是雪花，就是下雪的雪开花的花石头的雪，这个石头很凉很光滑，所以他在这里做礼拜的时候不会觉得热。从清真寺的庭院登高眺望，开罗全景尽收眼底。晴天时还能远眺吉萨的金字塔群，令人叹为观止。远处那边依稀可以看到金字塔的，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楚。在开罗还有一个地方算是挺有名的，这个地方被称为垃圾城。曼西亚特纳塞尔，俗称垃圾城，是开罗市内的一个贫民区，位于城市的东部山区穆卡塔姆山脚下。这一地区是山地丘陵地带，因此街道较为狭窄，地形起伏较大。特殊的地形和环境条件使得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上世纪60年代，随着开罗的快速城市化和人口增长，许多来自埃及其他地区的农村移民和贫困人口涌入城市，这一区逐渐成为他们的定居点，而其中大多数人都是科普特基督教徒。当地居民为了谋生，参与到垃圾回收的行业中，而该地区也一步步发展为整个开罗市的垃圾回收和处理中心。当地的居民被称为扎布林，每天从事的工作就是捡拾、回收和处理城市垃圾。他们挨家挨户收垃圾，然后带回家处理。据说开罗有2/3的垃圾都是被他们收走的，每天超过15000吨，垃圾处理率竟然高达90%。从屋里堆到屋外，孩子们在垃圾中穿梭上下学，在垃圾中玩耍，在垃圾中长大。有些人也因为垃圾中的病毒和污染而染病。当地房屋简陋，且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非常差，甚至没有干净的自来水和污水处理。毫不夸张的是，走在其中，空气中弥漫着大量的粉尘和一股酸臭味。虽然说这个地方、这个区域真的是挺脏乱差的，但是安全性来讲没什么特别不安全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没有什么特别多小孩缠着你问你要钱的那种，但环境是确实是不怎么样。
虽然这一行业和这一地区长期以来备受鄙视，被社会选择性的遗忘，但扎布林们依然是开罗垃圾处理的重要力量。据说埃及政府曾经也觉得所谓的垃圾城有碍观瞻，所以和3家跨国垃圾处理公司签订合同，试图引进现代化的垃圾处理系统。虽然花了大笔钱，但效果甚微，处理能力极其低下，开罗又成了垃圾的天堂。所以这一群生活在最底层的垃圾城和所谓的垃圾人，却是这个城市最不可或缺、最重要的一部分。还有草莓，这是橙子。小镇的样子，有很多卖吃的水果的店。Okay, thank you. Okay. Thank you. 谢克拉，谢啦。这个标志应该就是指的是教堂吧？应该往这边。教堂，而我不想从你这里。啊，谢谢谢谢。当你参观完教堂后，我会带你去其他地方。哦 ，OK。这个大叔不知道突然间半路上拦下来说，免费带你去教堂，免费带你，就一直热情的在叫。然后呢说不要钱不要钱，就到了。我将带你参观这座大教堂。其实最终来看，大哥也没什么特别的举动。后来我才反应过来，应该就是希望下车的时候能拿点小费。我倒是没太领会，直到大哥明确地说了几句 tips， 我才一时回过神，拿了身上仅有的20磅零钱给他。其实本来我就是打算给的，毕竟也是搭了一小段车，不过被他前面的一铺垫，倒是有点摸不着门道了。啊，这边应该就是到教堂里面了。扎布林人有着强烈的宗教信仰和社区凝聚力，他们在垃圾城中建造了圣西蒙修道院，也被称作洞穴教堂，据说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基督教堂。穿过混杂脏乱的垃圾城，一片安静和开阔，这种极端的差异和变化，似乎让人有一种重生的快感。大家要稍微来早点，现在4点半快5点的时候，里面的那个管理人员已经不让大家去高处了，说要快关门了，就只能到下面的区域活动。这个角度看起来真的是在洞穴里面。这司机还挺有意思的，下坡之前先说底下都是垃圾，非常多垃圾，然后他还专门在车里喷了点这个空气清新剂。这时段确实感觉是很多垃圾车从城市回收完垃圾之后运回来的这个过程。本来定位的是去那个哈利里市场，然后司机开到这儿说，你从这儿走过去大概5分钟就到了，但是车开过去得半小时左右，因为车得绕一下，所以他的意思很明显，就从这儿下去吧。那就从这边下来了，可能相对来说确实步行的话会更方便一点。在埃及过马路真的是必须得跟着当地人的步伐走，要不绝对过不去。
看这路，你要一般的话绝对过不来这个路。当地人还是有这过马路的能力的，就跟好当地人就行。结果查了一下，发现走过去还得10来分钟呢，没有5分钟。他就是不想开了，说是5分钟就能走到。算了，反正就当傍晚散步吧。今天这晚霞倒是挺漂亮的。真的是好多流浪狗啊，开罗街头特别多。这边看起来明显就是市场的地区了。这是卖烤玉米的。这不知道一个多少钱。这边的这个角度真的挺漂亮的，全部打灯的清真寺。打完灯确实挺漂亮的。这市场还挺大的，蜿蜒曲折的，好几条巷子，而且人也特别多。我觉得晚上来确实挺漂亮的感觉。冰箱贴，冰箱贴，冰箱贴多少钱？贵吗？多少钱100. ？100？ Yes, 100. This bigger. This push. Come on, look, brother. 50， This 100。for you. For you, 80. 80？ Yes. Just one? Yeah, just Okay. one。50。No. 50。Make it 70. 70. يلا. 70. 70. 谢谢 70. No, no, no. شكرا، no. شكر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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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صديق. 那算了吧，那就不要了。يا صديق. 谢谢。OK，Thank you。50块，这个比在埃塞俄比亚买的那个便宜多了。50块钱还行吧，一美金。还有卖炭的。这边流浪狗小分队，好多。实在没什么吃的，这边的小饼来一个吧。中间他给我尝了中间那几个特别酸，然后点了一个这个。味道其实挺不错的，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好吃。25块钱，就是稍微有点凉，热的我觉得更好吃应该。但是埃及开罗整体的感觉就是车辆的这鸣笛声太大了，全都是车辆鸣笛声。交通真的比较混乱。刚吃那个饼实在是觉得稍微有点凉，看到这边有一个卖热食的，然后就顺便点一个吧。这边点菜很麻烦，就是根本看不懂这东西，不太明白什么样的东西能翻译出来这个名字。前列腺膳食是什么东西？没想到这么大一份，既有鸡肉又有饼，还有土豆，100块埃镑，2美金。
拥挤的车流，闻着尾气味儿，然后吃东西。有个猫一直在这儿盯着看，不知道它吃不吃薯条，给它一个薯条吧。肉还是吃的，这个还确实挺好吃的，而且热热的，比刚刚那个凉的饼要更好吃一些。虽然刚刚那个凉的饼已经不错了，其实。右边看到一家全是卖面包、各种面包的店，好多选择，刚好明天早餐可以买点儿。好多的面包啊，而且每个都看起来挺好吃的样子。买了一大包，才35埃镑。I ask you 900 because I give you good trade for you, and I give you good trade, and you give me money, my money, my halal. You understand to me? Yeah, I'm not a liar because I'm a Muslim. Oh. Hello. How are you? Good, thank you. Hello. I love you. I love you.